大家还记得2011年1月11日吗？那天，一架黑色涂装、外形科幻的战机在成都腾空而起，它就是歼20。当时全网军迷瞬间沸腾，有人把模糊视频反复播放20多次，有人激动地摔了键盘，还有人当即发誓，等它公开展示那天，我一定要去现场。而这一等就是整整14年。最近在长春航空展上，歼20真的打开座舱盖，放下登机梯，首次静态展示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9月19日，2025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正式开幕。长春是人民空军的主场，所以本届航展集中展出了100余款空军现役飞机、地面装备以及退役经典装备。不止如此，本次航展还首次安排了轰炸机编队通场，81、红鹰、天之翼3支飞行表演队再次上演空中炫技，战机对抗、单机展示、多机展示轮番登场，81跳伞队从天而降，空降兵同步开展反恐突击演练，看点十足。而在正式开幕之前，也就是9月16日，长春航空展先进行了一次全要素预演，提前呈现了不少飞行表演的硬核名场面。只是9月16日当天，航展现场的天气并不好，一直在刮大风。我们都知道这种天气对飞行表演极为不利，但为了在正式开幕时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，预演还是照常进行。也正因如此，运20封神一幕出现了。当时运20完成表演准备降落时，突然遭遇8级侧风。要知道，侧风降落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是严峻的考验。侧风会让飞机在降落过程中产生横向位移和旋转力矩。从现场视频也能清晰看到，运20落地时，机身在侧风作用下明显向一侧倾斜。这时，一旦飞行员不能及时准确地修正姿态，飞机就极易偏离跑道中心线，甚至可能引发危险。不过好在一切有惊无险。飞行员通过一系列精准操作，让运20直接以单脚点地的姿态平稳降落。对此，网友纷纷夸赞运20就是这么稳。当然，在预演现场，歼20也登场了。这次亮相的2架歼20是有着11年服役史的老款机型，被军迷称为8翼天使。预演现场，他们一前一后竖起鸭翼，缓缓驶过观众席，朝着起飞跑道驶去。随后，2架歼20接到塔台的起飞指令，瞬间旱地拔葱般一飞冲天。紧接着拉出一道脱体涡流，震撼全场。脱体涡流是指战斗机在高速飞行的时候，机翼的上下翼面之间形成强大的压差，这个时候气流会出现一个螺旋状的漩涡，而这个漩涡就是脱体涡流，它就像歼20拉出的一道剑气，直冲九霄之上。为什么歼20能拉出一道脱体涡流？主要有2大原因。第一是动力太强了。第二是歼20的机翼设计出现了重大变化，它采用了最新的可动边条技术，边条翼能根据气流变化调整飞翼方向，在保证隐身性的同时，还能让机动性提升27%，而且脱体涡流还能为战斗机提供强劲的升力，让飞机速度更快，机动性更强。对了，出现在长春航展上的歼20也很特殊，其中一架的编号是 CB10300， 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这是第300架生产下线的歼20战斗机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歼20已经成为了全球服役数量最多的重型隐身战斗机，美军的 F-22和俄式的苏57加起来也比不过歼20。言归正传，在表演完成后，歼20开始了短暂的静态展示，这也是本次长春航展上最大的看点。现场观众能通过近距离观察，清晰看到歼20的飞行座舱细节。那为什么歼20这次会大大方方的给公众参观呢？有网友道出了原因：过于落后，可以展示。这话虽然调侃，但却是事实。毕竟中国有6代机，歼20自然得往后排排啦。
其实歼20能走到今天这地步一点都不容易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歼20目前已经经历了3次迭代。第一版的歼20因为搭载的是俄式的 AL31F 发动机，不但遭到了国内网友的群嘲，还遭到了美俄的蔑视。为什么中国网友也不满意？因为它并没有摆脱对俄制发动机的依赖，超音速的能力有所欠缺，机动性也不足，只能算是一款入门级隐身战斗机，而且产量也受到俄罗斯的控制。一旦俄军断供发动机，歼20就得停产。可当歼20迭代到第2版的时候，它就走向全国产化了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换装了全新国产的涡扇 10C 矢量发动机。这是中国第一款矢量发动机，它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上首发搭载于一架歼10B 验证机上，首次亮相就震撼全球。这也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打破美俄对矢量发动机技术的垄断。在此以后，涡扇 10C 全面量产也就成为了歼20的标准动力配置。而在此次的93大阅兵上，中国又亮出了第3版歼 20S， 这是全球第一款双座版重型隐身战斗机。直到这一刻，歼20正式超越美俄，进入到了5代半阶段，登顶全球第一。它不仅配置了无人僚机，还换装更强的涡扇15矢量发动机，在隐身性、机动性、超音速巡航以及协同作战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全面反超美俄，而这也才是歼20在长春航展上静态展示的底气所在。其实，中国在研发歼20最初阶段还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2009年的4月6日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·盖茨公布了2010年度国防预算，同时宣布 F-22 战斗机在完成了187架采购任务后将全面停产。消息传来，国内顿时一脸茫然。当时歼20战斗机立项研制不久，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。在第5代战斗机的发展中，美国的 F-22 有着风向标的地位和作用。F-22 停产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联想当时美军正在进行的全球反恐和军事转型，以及不久前 F-22 发生的飞行事故，有人认为 F-22 是两极对抗的产物。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反恐时代的到来， F-22 面临淘汰。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，一旦 F-22 被淘汰，中国研制中的歼20怎么办？很快，上级机关下达了任务，要求研发人员尽快摸清 F-22 停产的真正原因，提出对策建议，上报研究报告。而要判明 F-22 停产的真正原因，最权威的就是 ATF 计划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公开文件，以及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报告。经过大量深入、细致、可靠的资料回溯和情报分析，去伪存真，反复推敲，研究人员最终做出了判断。第一， F-22 停产是美国空军完成了预定采购计划后的正常结果，不是项目的半路夭折。第二， F-22 停产并不意味着 F-22 的淘汰。在美国空军装备体系中，187架 F-22 仍将长期服役，并在美国空军全球打击体系中扮演踹门和临门一脚的重要角色。第三，对于未来，美国人是有通盘考虑的。短时间内，187架 F-22 足以应对中俄两国。预计俄罗斯的第5代战斗机在2016年前后列装，中国的在2020年前后列装。但中期通过加速采购 F-35可以提升美军空中优势，到2020年美军 F-22、F-35总数将超过1000架，中俄两国各自按年产50架，预计要达到同等规模列装还需20年，到2035年美 F-22、F-35总数将超过2000架，中俄两国达到同等规模列装还需40年，而远期美国空军通过率先研制第6代战斗机仍将保持技术领先优势，所以 F-22 停产并未缓解中国空中的安全压力，因此中国第5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不能停，不仅不能停，还必须加快研制进程和后续项目安排。有了这些判断和结论，研究报告也就水到渠成，并且得到了上级机关的肯定。转眼间到了2011年元旦过后，1月9日至12日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·盖茨应邀访华。1月11日中午，盖茨突然接到报告，
当天中午1时许，中国的歼20战斗机首飞成功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2个能够自主研制第5代战斗机的国家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盖茨顿时挂不住了。歼20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，要等到2020年以后才能列装，而是大大的提前了。从立项到首飞不到4年。毫无疑问，歼20首飞狠狠地打了盖茨的脸。美方随行人员建议他取消行程，立即回国。此前，由于美国坚持售台武器，盖茨访华已经被推迟了7个月。这种情况下，盖茨重任在肩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当天下午，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了盖茨一行。盖茨心有不甘，主动询问歼20首飞是否针对他。胡主席笑着回答：“这是早就计划好的，不针对任何人。”但不管怎么解释，盖茨心中都不是滋味，他不相信中国人的解释。后来，在他的回忆录《责任》中，盖茨坦言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耻辱。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决心和能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